威霆，你要跟我们讲要吐什么？他讲了，它叫什么？刚刚白子提到人类需要找到出路，假设目前 AI 已拥有理性加人性，那在你们看来，人类该如何与 AI 共存之际保留主动权？问题。我刚刚也在看这一题耶。主动权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主控权还是主动权？我觉得应该是主控权的意思。人类如何跟它在共存之际保留主动权？其实我之前有跟台湾一些在做 AI 应用的人聊过这一题，他们的忧心可能跟大家也蛮像，就是他们觉得 AI 之于网络刚崛起的时候，类似吗？就是很类似，因为立法已经晚了，所以就变成没有办法被规范，以至于现在所有的网络上面的不负责任的发言都变成是被言论自由、宪法言论自由保障，但其实它应该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对，所以你说如果要保留我暂时理解为主控权好了，我们可能可以设计一套 AI 警察的系统吧。你说也是用 AI 去制衡 AI，就是有点像三权分立的感觉啊，就是司法、行政、立法嘛，那就是互相制衡嘛。所以他是专门来做制衡、服务人类的 AI 的规范的人，他专门是盯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个独立出来，他就是像是 AI 里面的一个执法单位这样。其实就跟人管人的方式有点像。所以最终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取代。其实我不怕，我相信。来，魏婷的那个也帮他那个写注音吗？还是对啊，写威霆？就是看你改成你写英文威霆。好，我改我写威霆。威霆 for you。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了吗？我们在问问题的同时，就是请大家问问题。我们今天互签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在问问题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等一下10点的时候，不要忘记，赶快打开三立读会台，锁定我们今天的第4集。永恒之界带不带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不带就没有幸福的未来吗？带了就会有幸福的未来吗？这就有点像，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很类似像永恒之界概念，就是可能是滤镜吧，就是他把你修成美图秀秀你喜欢的样子之后，那是不是有可能你会去，比如说找整形诊所、医美诊所去往那个地方修，还是说你觉得那只是可以？对你来说，它是可以很分离的事情。你拿下来，你还是觉得那是你自己，可以保留原始的自己。就像有些人就是上妆习惯了之后，他再也不能够不上卸妆。对，他卸妆他会非常。我一定要画眉毛我才敢出门。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就是某一种成瘾的程度。所以很多人去那时候最近新的叫雾眉。我知道。对。那已经不新了啦。那已经不新了的。但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太适合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美的地方。好像如果我去给他们建议的话，我都不会去建议说往大众的方向走，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就连我们自己是艺人，可能也花了蛮多时间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状态的。例如说，我刚出道的时候也顶过一个很高的头，我就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那时候不懂，因为就觉得可能发型师比较厉害，比较专业。可后来发现自己才是最，就是那种很厚的那种。我是没有你那种，可你那种你现在应该也不要了。谁要啊？你那种那种弹珠超人类型的。就是有那种很僵硬的东西，叫假的那个鬓角质，而且这东西好像也会演进着。对啦，就是那个时候的妆法，所以永远都是自己最知道自己怎么样最好看。然后你要进步的方式是你
要知道这件事，同时你也要吸取新的东西，就是你周遭的人给你的建议，你要能够去过滤跟转化。好，然后所以那你们还会挑其他他们再找一个那个问题是不是？对。好，这个默默可以帮他签，因为我们刚刚有问的这个问题，这个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默了。哦，默默，to 默默。乔姐，你有没有找到喜欢的问题？觉得已经回答要怎么把它移过去？已经回到怎么移过去啊？为什么你们可以把它移回过去？按爱心吗？我有按啊。那英文给你写，还是你要写注音？欢迎导演来了。嗨，哎呦，贵客到。有一个人提到自由意志，他说如果都听 AI 的决策，那人类还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就是目前现阶段我们是在衔接 AI 跟人类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还可以保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未来如果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制定了说 AI 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的时候，在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就比较难。我认为人类是真的会被 AI 取代，很可怕。我应该觉得会有一定比例被取代掉，因为有一定比率的人是不愿意去多思考的，就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都帮我计算好，例如说演算法不用更了解我自己啊，我干嘛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呢？我就一直往上滑就好，或者往哪边滑，他就一直给我想要看的。可是反过来讲，另外一派人其实是在训练他自己的演算法，就他就是专门看那些他想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演算法会推给他那些他想学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很乐观。没有，因为我会这样用啊，就是我可能会专门去看，例如说我最近想了解室内装潢，我就狂看室内装潢，而且我会一直去点赞跟收藏它。那他的确都一直推给我看室内装潢的东西。没错。所以这是我们有意识的去操作，对啊，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意识。对，然后你会不会就是还是忍不住要去搜寻其他的东西？像脆啊，对，因为脆的演算法很可怕，它是会一直推给你陌生的东西，然后我就很常看到人家说，为什么演算法推给我不想要的？但其实我有意识的去操作脆的时候，后来我都看不到我不想看的。是就会变少原本是90%跟100都不是我想看的东西，但我刻意操作完之后，它变成相反过来，我大概80-90会是我自己想看的东西。那个就会。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训练 AI 变成你们要的 AI？那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对啊，就是我们有意识的在用这些东西，但是很多人是在茶余饭后，或是甚至是放空的时候一直滑。那你说那个放空的状态的时候，最刺激的东西绝对会是它停留最久的，所以比如说一些比较可怕的画面啊，或是比较耸动的标题啊，或是一些比较裸露的身体啊等等的，那就会变成他们会不小心停下来的。那久而久之，他就我是不是都爱看这些，然后就一直被推播这些东西。但是我跟之前做的事情是，我们就不想看那些，我们只想看我们想看，我们就一直在我们想看的东西花时间，或者是你就设2个账号，你一个账号就是看那种比较书呀各种，就是你想要被他训练的东西，那另外一个账号就是你看你训练自己的东西。好累哦，刚刚人很辛苦我刚刚跟科学指导老师吃饭。我们先说刚刚那个美玲导演去跟我们这一部戏的指导教授我们有2位，对，张千瑞教授跟黄王教授，然后还有其他2个都有，都在。另外还有来探班的副教授，反正都是物理系的教授。所以你要不要一起坐过去？来。对，我想说怕他们看我太斜，所以我才一直贴。你没有，我现在行动有点缓慢。我们3个人衣服的颜色看起来都很棒啊，红绿灯，好像红蓝绿啊。那个你把它拔高一点，就是整个架子高一点好了。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进来干扰你们。不会啊，只是我想
那个教授问候你们两个。嗨，是教授嗨。教授是这样子透过那个导演的眼睛教授是就可以把它传递给我们两个，还是教授是问候我们两个？没有，问候一下。没有看，教授们都有看 Q18，然后问候黑子白子，然后他有特别问说炎亚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炎亚纶常常问问题的样子，黄教授特别我很多问题。特别问 ，OK， 他说有问题，欢迎大家再继续打电话给他。对对对，他说你有他的，他有这么闲吗？他说你有他的 line 啊。我换 line。哦，对，好，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跟教授们讨论到 AI 对台湾，就是台湾未来要怎么用 AI， 或 AI 对台湾未来有什么影响？我们讲到。就是我觉得台湾在硬体上面应该发展 AI 晶片，软体上大家要有普遍的应用 AI 的能力，这个是下一代的能力。而且我刚刚一进来听到你们在讲，我觉得 AI 做的根本就是认知的辅助或者控制。哦，对。所以其实它就是认知作战的一环。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赢得人生的自我控制权，或者是我们要真的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跟 AI 共处。你们刚刚讲的，我超爱跟 AI 共处的。对，但是因为是我不是，我是真的很爱用有 AI 的 app， 然后去跟它互动，然后透过它帮我快速的省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的训练我们用 AI 生成文字、音乐、影像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阶段需要具备更强大的 AI 应用的能力，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变成刚刚说的 AI 喂养我们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然后，除非我们很有意识的，像你刚刚说，你很有意识的操作它，它才会，你才能够训练 AI 给你要的东西。可是，也许这样还不够，在未来的下一代的台湾人、台湾的年轻辈，或台湾未来要走到哪里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更多的 AI 应用的能力的话，我怕我们会被淘汰。而台湾最强的，也许就是科技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再强化一步，我会有点担心。所以感觉应该是那些硬体很强的，他们可能要试着多的采取要怎么样去。对，因为我们在晶片方面就是强的嘛，是，所以产学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更深入的配合。而一般人要有，就好像每个人都具备开车能力一样，然后我们都会操作导航，我们也要有 AI 的开车能力、驾驭能力。这是一般人。这个以后会有这个课程啊，就会不会就是在像是我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从看 Q18开始。然后开始建立这个概念，而且提早建立关于 AI 和伦理之间的互相碰撞起的火花跟一些思考吧。是，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我跟亚伦一样悲观，觉得人类会被 AI 取代。但我刚刚想通了一件事。什么？因为我其实之前担心的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把 know how 交给 AI，比如说我举个例，就是有很厉害的导演，我们举例是史蒂芬·史皮伯或是周美玲导演，他把他对于画面的想象、构思跟剧本的撰写，把它交给我们的 AI 应用端，那是不是 AI 就学会了，然后自我演化之后，那你们就没有用了，因为我就可以请 AI 拍出一部属于史蒂芬·史皮伯的一部电影嘛？然后我也可以，可是这个很有趣，你知道拉斯冯提尔，就是一个欧洲的导演吧？是。然后他也曾经写过《Dogma》的几个条码，然后就是说他只能这样的东西才叫电影，所以他就要完全遵守这些条例。然后他的确拍出一个杰作，可后来他又自己去打破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用害怕的原因是没有，可是后来没有人会打破啊，因为他们没有去思考自己的风格吧。